大家好，这里是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一个连接台湾与东南亚的频道。我是驻点在美国的台湾编辑向元，目前是关键评论网东南亚组资深编辑。今年7月17日，美国天主教教会首位越南裔主教范麦克尔的祭墓典礼将在圣地亚哥主教座堂举行。范麦克尔的祭墓代表越裔天主教教徒在美国天主教教会逐渐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这支影片中，我将会介绍美国越裔天主教社群的发展，也会回顾天主教教会在越南的建教历程。在影片开始之前，别忘了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天主教在16世纪传入越南，又因法国殖民的背景，国内有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教友，而随着约12万名越南难民在1975年越战结束后先后前往美国，美国的越裔天主教社群也逐渐壮大。例如自1978年举办至今，每年8月在密苏里州迦太基的圣母玛利亚日便是凝聚美国越裔的重要盛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美国越南裔有 30% 是天主教教徒。根据乔治城门徒应用研究中心调查，2022年在美国竞夺的神父中就有 4% 出身越南。而即将担任加州圣地亚哥教区主教的范麦克尔，便是从难民到成为美国第一位越裔主教的动人例子。值得一提的是，范麦克尔的主教墓徽上航行在蓝色大海上的红色小船和白色渔网，是彰显范麦克尔父亲的渔夫身份。红色火焰则是代表范麦克尔的祖先是越南的早期天主教殉道者之一。在了解美国越裔天主教社群背景后，让我们回到越南本土来看天主教教会在当地的发展。截至2020年，越南国内约有700万人为天主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7.4%。教友人数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5，仅次于菲律宾、印度、中国和印尼。16世纪，方济会和道明会开始在越南传教，传教活动在17世纪初开始更加组织和系统化，并在耶稣会传教士指导下，在南营和东京建立了传教区。1659年，在法国耶稣会神父罗立山上教廷建议下，越南教区正式成立。在18世纪西山朝光宗皇帝统治时期，天主教教会在当地获得许多支持，就连朝廷中的9品官员也是天主教徒。不过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阮朝时期，朝廷开始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的压迫，约有13万至30万基督徒在迫害中丧生。直到今天，越南天主教教徒都仍然会纪念在阮朝时期殉道的117位殉道者，而他们也被教会封为圣人或真福。1954年，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划分为南越和北越。当时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意识到打压蓬勃发展的北越天主教团体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做法，因此并没有依照共产主义原则禁止宗教，反而在1955年颁布行政命令，宣布要保护宗教自由和传教权利。不过这项措施仍无法阻止约有50万名北越天主教教徒移居南方。尽管北越政府有保护宗教自由的相关政策，在长达20年间的内战时期，北越的天主教教会仍持续遭受当局打压，一些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也遭到逮捕，天主教徒更无法在政府机关工作。1975年越战结束后，南北越的天主教教会终于恢复联系。然而1977年的第297之 CP 号决议，表面上是越南当局继续承认宗教自由，实际上却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包括彻底禁止宗教组织及活动，没收宗教财产和监禁许多宗教领袖与教友。此外，政府也干预天主教教会的人事命令，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阮文顺主教。1975年越共占领西贡后，当局禁止身为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廷琰外甥的阮文顺担任西贡总教区助理总主教，且未经审问就监禁长达13年。最后阮文顺在1989年被驱逐出境。在2000年，教宗若望保禄2世邀请阮文顺替梵蒂冈的神职人员主讲闭境。2001年更被擢升为越南第1位枢机主教。根据统计，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有超过
200名天主教教徒被捕，并被送进再教育营。在如此压迫的环境下，因而约有10万名天主教信徒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寻求庇护。越南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上已逐渐展现自由开放的形象。越南与梵蒂冈自1975年结束外交关系后，也有了进展。尤其在2024年，梵蒂冈任命了扎利夫斯基主教成为首位常驻越南代表。而虽然越南国内依旧有对天主教教徒压迫的案例，天主教教会却仍继续发展茁壮。目前越南全国共有2668名神父，负责包括3个总教区、24个教区和2228个堂区。2022年的领洗人数更高达142375名。而不同于东南亚代表性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正面临神职人员不足的现况，越南在2023年就有274名新晋神父投身圣召生活。至于未来越南政府是否会和梵蒂冈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是否在人权议题上愿意更加开放，都将会牵动着梵越之间的关系与动向。而如今越裔美籍的范麦克即将继牧为主教，或许也会是让梵越关系更进一步的契机。今天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我是向元，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